在曼联，他是社交媒体上的梗王，也是球迷眼中的笑柄。他被讽刺是英超过人王，更被贴上1亿废物的标签。球迷对他的反感不只是因为他在曼联的低迷表现，更因为他那火爆的脾气和略显装腔作势的性格。但自从被租借到皇家贝蒂斯后，一切似乎开始改变。在西甲，他状态回暖，各项赛事打进8球，助攻5次，是球队闯入欧协联决赛的关键功臣之一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性格也收敛了不少。在贝蒂斯，安东尼像是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自我救赎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如今站在聚光灯下的球员，小时候是在巴西贫民窟长大的，周围充斥着黑帮和毒贩。他甚至要跳过尸体去上学，而正是足球给了他逃离那个地狱般世界的机会。最近几年，被曼联清洗或者租出去的球员都成了别的俱乐部的当家球星，比如拉什福德、麦克托米内和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安东尼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他的故事。安东尼出生在巴西圣保罗郊区的贫民区，家里虽然不是最穷的那一种，但也只能勉强吃饱，全靠父亲修鞋挣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。而父亲常常干到深夜，只为多赚几个钱。母亲则在家里默默操持着一切，也反复叮嘱安东尼远离街头的坏孩子，盼着他能走出另一条路。他们住的地方叫做伊苏纳，帮派林立，几乎是圣保罗最危险的角落之一。白天，楼道里堆满烧焦的垃圾；晚上，远处的枪声好像背景音一样，从没有停过。街头满是弹孔，地面上偶尔还能看到昨晚留下的血迹。而且在上学的路上，安东尼有时要绕开还没被处理过的尸体。在这样的地方长大，他的哥哥成了他生活里半个父亲。哥哥不仅要照顾安东尼，还会在街头冲突时第一时间拉着他躲进巷子里。安东尼后来回忆说，家里虽然贫穷，但家人一直给我所要的所有帮助。在巴西贫民区，足球就是语言，无论你是毒贩、建筑工人、混混还是学生，每个人都会踢球。街头足球就是这片土地的娱乐。安东尼就是在这样的街头长大，他的对手可能是小偷、毒贩，或是邻居家年长几岁的孩子，但他从不退缩，靠着天生的节奏感和细腻的盘带，一次次过掉人，哪怕对方比他壮得多，也拿他没办法。他说，只要足球在脚下，他就不再害怕任何事。因为家里没钱买球鞋，他总是赤脚在沥青场上踢球，每次踢完球，他的脚底都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水泡。对他来说，足球不仅是游戏，更是活着的方式。他的阿姨经常带他去看圣保罗俱乐部的比赛，球场上的热血和欢呼让他着迷。他的邻居也很善良，主动让他蹭家里的 WiFi。就是有邻居家的 WiFi， 他第一次通过互联网在视频里看到小罗、C 罗、内马尔盘带过人和射门集锦。他一遍遍的模仿，在街头不断的尝试。他一直记得这些人的帮助，正是这些微弱却温暖的光，让他的童年不只有黑暗。5岁那年，父母为他找了一所学校，让他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。8岁时，一家室内足球俱乐部注意到了他，邀请他参加比赛。在那支队伍里，他的表现非常的亮眼。很多人都说，在整个圣保罗这个年龄段里，安东尼是最出色的那一个。正是因为室内足球比赛中的出色表现，10岁那年，安东尼就被圣保罗球探发掘，得以进入俱乐部普通青训营，开始系统训练。他天赋很快就脱颖而出。12岁那年，他通过了层层选拔，成功加入圣保罗俱乐部最顶级的科蒂亚青训基地。科蒂亚是专门为巴西最有潜力的年轻球员打造的精英训练营，提供食宿、教育和全套训练设施。对于来自贫民区的安东尼来说，这不仅意味着更专业的培养机会，
也意味着他不必再为球鞋和温饱发愁，终于可以一心一意的踢球了。但他在这段青训之路并不顺利，由于情绪控制的问题，他曾3次被列入待释放名单，差点被俱乐部开除。好在每次都有教练组和工作人员站出来为他说话，恳求高层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如果当时真的他被释放了，也许今天他只是巴西街头千万个普通青年中的一个。安东尼后来回忆说，他相信那是命运的安排，是上天不想让他离开足球。18岁那年，他随队参加日本举行的追联赛挑战赛。这项赛事每2年举办一次，邀请2支非日本球队参与角逐。而安东尼在这场比赛中首发，帮助圣保罗夺得冠军，被评为赛事最佳球员。也正是在这次比赛之后，他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份职业合同。签合同那一天，他的父母也在场。那一刻，他们都热泪盈眶。对这个家庭来说，那不仅是一纸合同，更是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走出贫民区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虽然安东尼签下了职业合同，但他的情绪控制问题并没有因此改善。他依旧脾气火爆，场上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爆发。但也正是这一时期，他做出了一件感动所有人的事，展现出他温柔的一面。在他效力圣保罗一线队时，有一位年仅7岁的小女孩患了癌症，为了接受治疗，她不得不剃光了头发。这位小女孩是圣保罗的忠实球迷，当安东尼得知这件事后，毫不犹豫的也剃了光头，以此来支持她。在一场比赛结束后，他还特意将比赛的喜悦分享给她，表达了自己的鼓励和关心。在圣保罗一线队时，安东尼一共出场8甲45场，贡献6颗进球和6次助攻。原本他还有更多机会出场，但疫情的突然爆发让联赛一度中断，他几个月都没办法登场。尽管如此，他的天赋早已吸引了欧洲球探的目光。荷甲豪门阿贾克斯最终决定出手，并在2020年2月与他签下一份5年的合同。圣保罗俱乐部也因此获得2000万欧元的转会费。当安东尼踏上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时，他知道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。在阿贾克斯，安东尼遇到了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伯乐滕哈格。上门仅2个月，他便在荷甲首发出场，并打进了比赛唯一进球，帮助球队拿下胜利。不久后，他就站上了欧冠的舞台。要知道，就在1年前，他还在巴西的家里观看欧冠的比赛。现在他亲自踏上那片梦寐以求的赛场，对他来说，这种经历简直不可思议。20到21赛季，安东尼代表阿贾克斯出场了46场比赛，打进11颗进球，并送出10次助攻，迅速坐稳了主力位置。赛季末，他随队赢得了荷甲冠军。在加盟欧洲第1个赛季就交出这样的成绩单，他自然引起了5大联赛多家俱乐部的关注。不过当时他并没有离开的打算。到了第2个赛季，安东尼延续了高水平的发挥。在21年12月，他被评为荷甲月度最佳球员。整个赛季，他再次贡献了12球、10助攻，帮助球队蝉联联赛冠军。那时他不再只是一位巴西天才，更是滕哈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然而赛季结束后，滕哈格离开了阿贾克斯，接手曼联。而这一次，他决定带上安东尼。曼联高层为滕哈格提供了充足的转会资金，他开始大量引进旧将，而在所有人当中，安东尼是他最看重的一个，无论价格多高，他都要带过来。起初，曼联开出了8500万欧元的报价，但被阿贾克斯拒绝。安东尼本人非常渴望加盟曼联，他看到转会受阻后选择罢训，以此表达态度。最终，阿贾克斯妥协，但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。阿贾克斯要9500万欧元才肯放人。有意思的是，曼联接受了。最终，曼联以9500万欧元外加500万的浮动条款，以总价1亿欧元的代价将安东尼签下。他也成为了英超历史上又一位亿元先生，也是曼联队史第3高的转会纪录。来到曼联后，安东尼的前几场比赛确实踢出了身价，他在首秀就取得进球，随后几场表现也令人眼前一亮，一度让人觉得这位亿元先生或许真的物有所值。但这种高光很快就被熄灭。
他引以为傲的盘带，在英超面对更强壮、更理性的后卫时，几乎毫无作用。有人统计过，他的过人成功率极低，10次尝试可能只有1次才过掉人，而那1次还是勉强靠身体扛过去的，完全没有在荷甲时那种优雅灵动的感觉。但滕哈格依旧力挺他，给他首发的机会。但安东尼始终无法在右路制造威胁，很快他就得到球迷送他的第一个绰号“过人王”。真正让他出圈的是一场欧联杯对阵谢里夫锦手队的比赛，当时曼联已经3-0领先，安东尼接球后突然来个标志性的原地转圈，整整转了2圈，然后把球一脚传出了底界。镜头转向旁边的滕哈格，他一脸无奈，这次花哨却失败的表演引来了大量的批评，他因此也获得了另一个称号“圆规”。那段时间，他几乎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梗王，视频评论区充满着调侃，例如每当我感到难过时，看到安东尼旋转总能让我开心起来。价值1亿美元的旋转动作，地球已经在自转，安东尼没必要再转圈了。但笑声背后是安东尼职业生涯的急转直下。他在英超第1个赛季只打进了4个进球，送出2个助攻，而且这4个进球全部集中在他刚加盟前几场比赛中。此后的表现一路千丈。火爆的脾气也让他的形象雪上加霜，从议员先生变成曼联小丑。球迷不再关注他能做什么，而是等着他又闹出了什么样的笑话。尽管他嘴上说不在意这些批评，但他的表现说明了一切。他变得越踢越急，越努力过人，越失败。渐渐的，只要1对1，他就选择把球传出去，完全丧失了信心。到了第2个赛季，他出场29场，仅仅贡献了1球1助。随着滕哈格的下课，他在曼联地位也迅速崩塌，转会身价从1亿跌到不足2000万欧元。新教练上任后，他被彻底打入冷宫，列入了俱乐部的清洗名单。2年时间，他从希望之星变成了弃子。为了挽回一点损失，曼联在24-25赛季冬窗将安东尼租借到西甲皇家贝蒂斯。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甩卖操作，没想到却成了安东尼重新证明自己的开始。刚加盟贝蒂斯时，外界人对安东尼充满了质疑，很多人以为他会在西甲继续出丑，变成另一个笑话。但只用了2场比赛，他就让批评者闭上了嘴。他连续2场获得全场最佳球员，迅速打进了加盟后的首颗进球，还入围了西甲2月最佳球员的提名。在他的带动下，贝蒂斯的胜率明显提升，球队整体攻势也更具威胁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个熟悉的安东尼仿佛回来了，他的内切、过人、传球都像是在阿贾克斯时的复制粘贴，几次助攻极具观赏性，让人不禁怀疑，这真的是曼联那个过人王吗？在欧协联比赛里，他同样贡献了关键进球和助攻，帮助贝蒂斯成功晋级决赛。如果球队最终夺冠，他无疑将成为不可忽视的功臣。这一次，他不但证明了自己，也渐渐回应了当初选择放弃他的曼联高层。这次租借成了安东尼的救赎之旅，他不仅重新赢得了球迷的掌声，也重新吸引了多家顶级俱乐部的目光。至于曼联会不会选择以更低的价格放他离开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当然，安东尼并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球员，他的脾气依然火爆，个性也很张扬，但别忘了他来自怎样的地方。在贫民区长大的他，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成长经历，性格的缺陷也许正是他过去生活的一部分。玩梗可以，但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待他作为一名球员在球场上的表现。你对安东尼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以上就是安东尼的故事。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